你好，我是来见薄先生的，我是来面试的简瑶。你好，我是薄敬言。简小姐要喝些什么？咖啡、茶还是红酒？茶就好。行。我听张教授说，简小姐是他最得意的学生。应该是我遇到了最好的导师。我这次找翻译呢，是有一些研究成果需要译成中文，既然是面试，免不得要出题。这是其中的2篇论文，还要麻烦简小姐示意一下。不好意思，这些是论文的配图，忘了拿出来了。死者死于性虐杀，手足均有捆绑痕迹。有专业词典吗？郭先生，我译好了。这么快？你刚刚毕业，这个速度比好些资深的翻译都要强啊！男朋友啊？再过一段时间就是职业季了，简小姐的工作找到了吗？已经找好了。恭喜！是在本地还是在外地啊？我是在江州上的大学，所以新的工作也在那边。什么工作？是一家做进出口的国际贸易公司。什么职位啊？就是普通职员。以简小姐的能力，普通职员是不是有点屈才啊？没有。不瞒简小姐你说，其实呢，这些研究只是我的一个副业。你要不要猜一下，我的职业工作是什么？我相信，薄先生很希望我猜测，您是一个外科医生吧？难道你觉得不是？薄先生身上有明显的消毒水气味，而且在我面前多次洗手。表明您很注重清洁，而且论文里研究的主题也都是和外科医学相关的人体解剖学内容。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猜测您是一位医生。可简小姐不这么认为。您刚才泡茶的时候，从茶罐里舀出茶叶，洒落一些叶片，说明你的手并不稳。你只泡了2种茶，就把茶罐的盖子给盖反了。说明你并不细心，我思维跳跃，显然是从事更有创意的工作。再加上一只典型的鼠标手，我猜想你的工作应该是和计算机软件开发相关吧？我这个是鼠标手吗？简小姐，你让我实在是太吃惊了。你光凭这些就能猜出我是做计算机的，真神啊！好吧，我已经决定了，这个翻译的工作是你的了。谢谢。不过，这样的决定，是不是应该问一下薄先生啊？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真正的薄敬言？我之所以知道你不是薄先生，知道你是做什么的，都是因为那个。
好吧？既然是这样，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。你好，我叫傅子玉，我是那个坑人的薄禁言的朋友。你好，我是简瑶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工作忙就不用来接我了。几条线索都没有进展，队长让我给封了太极。怎么样，面试？笑什么？问你怎么样？这个工作肯定是我的了。哟，这么自信呢？等人瞧吧。这是你放在楼下的。我需要一双有洞察力的眼睛。罗教授，你现在找的是一个临时翻译，并不是长期的助理。出智力题就算了，你还要考人的洞察力。显而易见，我不能让太蠢的人来翻译我的作品。一个思维不敏锐、不细致的人，注定只能翻译出字面的意思，无法理解细节的精致和文字背后浑然一体的灵魂。那这个简瑶，他能不能理解你的灵魂啊？没人能理解。他这个人脾气有点怪，挺讨人厌的。你最好还是别上去啊。一楼呢，除了那个上锁的房间之外，其他地方都是你的天下，你可以把它当做自己家一样随意使用。是薄先生吧？罗先生，湖边偶遇你的鱼竿，不知是否是有事儿回不来，冒昧的替你拿回来了。还有钓上来的鱼，若有不妥，见谅。爸，等
雨停了我就回去，我正好多工作一会儿。你放心吧，没事儿，不能打人了。拜拜。郭先生，郭先生，郭先生，你叫我？郭先生，停电了。这么明显的事实，你不需要刻意叫我下来告诉我。有没有蜡烛或者是应急灯之类的？有。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那能修理吗？从停电时的性状判断，是附近的电网负荷过大，烧毁了变压器。不过我不会修理，我很忙。请你不要打搅我。这边。郭先生，还有什么事啊？你这很冷，麻烦你借我件衣服行吗？我不喜欢别人穿我的衣服。难吃。肉太老，盐太多。我没有邀请你吃。
这才是生滚鱼肉片。干什么？我不认为你能够在不带夜视镜的情况下，绕过地下街碎玻璃，回到沙发上，尤其是你的身体速度反应那么的不敏捷。谢谢。你会是傅子玉的，相信你已经有了朋友。我承认，你做的鱼是比我做的好吃，可是你以前说话太刻薄。晚安。喂，子玉，是我。看从西边出来了，居然主动给我打电话。家里停电了。小城电网破，停电很稀奇吗？冰箱的鱼，我又不是你家老妈子，想要鱼的话自己买去。终于抢先挂了一回电话，太舒服了。还没到呢。他就在这个市场城北边，每次都是我先最好的，说我能照顾人家的生意。
是我大女儿点瑶，王叔叔好。哎，好好好，这瑶瑶都长这么大了，你这出了都快认不出来了。哎，过来，别玩了。大姐，这是我儿子小金，刚从乡下过来，他叫大婶子那个大姐姐。婶好，姐姐好。你这大家伙的出息。这一天呀，这就知道玩保尔天喜。喂，傅先生。哎呀，我都那么熟了，还客气干什么呀？叫子玉一下。有事吗？啊，是这样的，下了山道之后，转盘往北，1号桥头边上有一个五星水产市场，你知道吧？傅先生，你怎么知道我在五星市场？哎呀，都说了，你管我叫子玉。你在五星市场？是啊。太好了，是这样的啊，禁言呢，素菜不说，荤菜特别挑嘴，只爱吃一点，正好也是我一个人没有的。我知道了，我今天过去工作的时候给国庆用带一条。谢谢，一条不够，他一顿饭自己就能吃一条2斤多的，你得一箱一箱的吧。好吧。来，放心吧。王叔，咱们家店能送货吗？从哪儿啊？半山国家别墅。你朋友吗？啊。那没问题。朝南到转个路口，就上山了是吧？回头我让这小子去，天天送都行。谢谢。喂，鱼还是吃新鲜的好。我订好了一家店，隔天送1次，每次送2条，行吗？太好了，有你照顾禁言，我才放心。谢谢你啊。喂，傅先生，收到礼物了吗？我看到了，为什么要送我这个？这都是禁言的意思，他托我买这个东西送给你，谢谢你的鱼，他最喜欢吃鱼了，没别的意思。可是这个礼物太贵重了，这鱼竿得2、3万呢，我不能收。他自己已经有1根了，我又不钓鱼，你要是把它还给我的话，这个竿子就真没用了。我钓鱼只是举手之劳。要还的话，你就还给他吧，我管不了。不过以他的性格，没有了东西，他一定会把它扔到门外去的。我估计你明天早上就会在门口的垃圾桶里看到这根可怜的红布。我知道了，谢谢。老鼠，怎么回事？瑶瑶，你交这啥朋友吗？我小金不见了。小金怎么会不见呢？小金昨晚来这送鱼，最后人就不见了。王哥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是一个鬼屋，里边住了一个怪人，不吉利。你就是不信啊？怪人？什么怪人？哎，这事大家都知道啊。这个怪人啊，经常往城里逛，穿这个风衣，戴着口罩，他一个人住在这儿，大家都说他是神经病。小金一定是被他拐跑的。对，他的一定是在他这儿出的事儿，你把这个人揪出来问问。你给我出来！你们不能就这么闯进来了。再说了，事情到底怎么回事，你们根本都没弄清楚呢。王叔，你报警了吗？没报。
你们千万别自己进去，等我过来。小山，跟我走。这位管理，我们走。好。喂，请转告他们离开这里，谢谢。罗先生，他们有很重要的事情要问你，麻烦你下来跟他们谈一谈。如果每个想要见我的人都能如愿，那我现在已经死了，累死了。你别挂电话。如果你不愿意见他们，请你自己跟他们说，我不会转达。还有，我已经报警了，就算你现在不理他们，待会儿警察来了，你还是得见他们。他咋说的？他说，你们要找的就在1楼的房间里，钥匙在书房里。进去看看呀。去。里面出什么事了？杀人罪是，杀人罪是。这是人体标本。我翻译的论文里面，大部分都是和人体解剖学相关的。或许这就是他研究的方向。副队，楼梯口上有扇门关着的，我进不去。喂，警察来了，他们想跟你谈谈，只是谈谈。能麻烦你下来一趟吗？我正忙着呢。这样不太合适吧？要不我们先请示一下上头。副队怎么了？局长在来的路上。局长，你是来帮着他们来找孩子的？对，我接到报案，说这里我知道有人报案，但是搞错了，他怎么可能是罪犯？回头再说。李叔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3两句话说不清楚，您怎么也来了？我也3两句话说不清楚。我是听上面的人说才知道他住在这里。
你有他电话？打给他。我已经告诉你我正在忙着，为什么要打电话？傅静言，市局局长想见你。不见。我跟你说，喂，我是，我们见过面。这个郭教授到底是什么人？瑶瑶，你跟他是什么关系？我是他的翻译。真够长的。郭敬言没有过马里兰大学最年轻的博士后，毕业以后他拒绝了马里兰大学留校的邀请，回到中国公安大学担任犯罪心理系副教授。他居然跑到我们这个小地方静养来了。干嘛？帮我要大神的签名。前2天喊人家刁难呢，现在就要签名了，你怎么变那么快？那人家不是脑残粉吗？人家不是天天追美剧《犯罪心理》吗？好不容易有一个活的，就在我旁边，你怎么能不好好把握呢？能签名吗？我不会帮你要签名的。为什么？你知道如果我找他签名的话，他会怎么说吗？怎么说？如果每一个要我签名的人都能如愿，在我的手里就不存在了。什么意思啊？签断。好萌啊！好烦哦！好萌的！好烦啊！你失忆了你？看够了没有？干嘛？郭敬言是不是在追你啊？你疯了你？想什么呢？哎呀，虽然你是挺聪明机灵的，但也不至于绝才惊艳吧？他如果不是要追你，那他看上你哪一点了？指名道姓要当他助手。什么助手？当然是查案的助手喽。是不是案件有英文资料要翻译？去，就是我跟你讲过的那个青少年失踪案，哪来的什么英语？有乡下土话还差不多。那他为什么要找我当助手啊？你走了之后，局长进去跟他聊了半天，我得到的结果就是，罗教授会以专家的身份来协助调查失踪案，但他只提出了一个要求，就是要你当助手。我向他毛遂自荐，你猜他怎么跟我说？怎么说？感谢你的自荐，可是我不认识你，没兴趣。
真的挺像他说的话。我当时，我还是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找我呢？我又不是警察。他为什么要找你？那你得去问他了。反正局长的意思是，原则上不赞成市民参与调查。不过，薄教授是公安大学的副教授，他的身份是学者，是顾问。他有助手那是他的事儿，所以愿不愿意，你自个儿考虑。太扯了，我找他问清楚。哎呀，太晚了，明天吧。干嘛？我是说，如果你当上了薄教授的助理，答应我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儿？我要投实。偷什么事啊？他说过的话，他对案情的理论、观点分析，以及他的思想精髓，你全都要记下来告诉我。这不算侵权啊，你能知道，我也能知道。不是，你等一下，我还没有答应当他的助手呢。你会答应的。走吧。雪雪，你知道你轩然哥今天跟我说什么吗？说你的大神让我做他的助手。我听到这个消息，简直像被雷劈了一样。回来了，你干嘛去了？大神呢？大神啊，不在了，走了吗？这书房呀？怎么回事啊？你没在家，大神来找你，他就去书房等你了，我就去给他买吃的。你看看，你说他喜欢吃哪个？薯条还是棒棒？不是还有辣的？也太帅了吧！那个瞎子说是骷髅妖男，不是他颜值都爆表了，帅！嘘。被雷劈的感觉如何？你怎么到我家来了？当然是来考察你贫乏的小背景了。一个家庭关系极为和睦的大学生，只有寒暑假才会回家，也不但不在家里面休息，反而到一个闲置多年的老房子打工。是否你的内心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开朗？不仅仅是年幼丧父，你的其他家人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你很大的亲情诉求。你的个性并不偏执，也不脆弱。是否你的童年遭受过了更大的伤害？不过与我新的发现相比，这个问题显得微不足道了。你竟然看这种毫无逻辑、毫无科学根据的小说啊！上面还做了大量的批注。这是言情小说，需要什么逻辑啊？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若有一人爱我如初，谁让你翻我的书看的？外面那位小姐说，这房间里的书我可以随便看。你为什么让我做助手？显而易见，非你不可。譬如，我工作的时候不喜欢被打搅，我需要有人替我做
很多繁琐且无效的工作。譬如，在这个城市里，我只认识你一人，而且你还很会钓鱼。我要考虑一下。我只抓最穷凶极恶的罪犯，只有我才能抓到。这个案子破案时间最长不会超过1周，也就是你的聘期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就不会问这种无意义的问题，而且会在明早8点赶到别墅去。罗金言，他喜欢画乌龟。你昨天安万睡了？有快发现吗？做你的助手，当然要配合你的风格啦。没有原来赏心悦目，最好换回来。菜鸟助手，去把楼上的案件资料整理好，然后拿到外面市场等我。知道了。Andy， 开门。
这位美丽的淑女是您爱人吗？她是我的新助理，简瑶。简瑶小姐您好，我是安迪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根据您的身高来判断，您的体重偏低，建议您补充营养，合理膳食。你的话太多了。负责运动的玩意儿，跟她一样，活泼妈妈的。很酷啊，就像小时候看的那个美国电视剧，叫什么来着？对，就这个。Andy。你的意思是，罪犯只是一个人，而且是本地人。可是警方一直怀疑是人贩团伙作案。7起案件，受害者类似，作案手法类似，时间间隔有序，水平极其稳定，从不失手，而且具有强烈的个人特色。这可能是一个人。跟你的小男朋友汇报。他不是我男朋友，你会介意我汇报吗？我为什么要介意这种无聊的事情？你们是？您好，请问您是傅明义的母亲吗？是我。我们在调查他的失踪案，带我去他房间。警局调查报告上提到的差不多。傅明义当日清晨离家，大约8点多钟到达同市。他今年15岁，刚上初3，去同市是为了到姑姑家住半个月，参加补习班。可是过了几个小时，姑姑还是没有见到他，就打电话回到家里，才知道他失踪了。你有什么发现吗？你的脑子不是摆设，所有跟傅明义有关的信息，我都要。他去的地方的那些线索，一定藏在这个屋子里面。我有一些发现，但是可能没什么用。你说。傅明义的成绩中等，偶尔还会不及格，但是他跟同学们的关系很好，很爱玩游戏，所以他就经常在网吧、游戏厅逛着。傅明义那天去姑姑家，还给姑姑带了一篮子鸡蛋。天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看院子里有养鸡棚，心想如果让孩子去姑姑家借住半个月，一定会带一些见面礼。我就问了他妈妈，果然他那天带了，而且以前也经常会给姑姑带鸡蛋。不过这应该也没什么用，
他就没有什么发现了。你怎么会想到的？给姑姑带鸡蛋，你真是个天才。这是基本的人情世故啊。傅子玉啊，说你知书达理，会跟我互补。看来他真的蒙中了。这个就是他失踪的地点，你看。为什么呀？他手里拿着鸡蛋，去哪都不方便。他会带着一篮鸡蛋去网吧玩吗？你见过这样的男孩吗？他喜欢打游戏，但是又没有足够的钱。他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去他姑姑家？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当天偷偷的把鸡蛋给卖掉了。他经常给他姑姑送鸡蛋，所以一次两次并不会被发现。而网吧又在农贸市场附近，距离他姑姑家也不远。可是我们知道失踪地点。为什么罪犯是住在第一个失踪者失踪的附近？为什么他的年龄是25到30岁之间？你不是看过白板了吗？原因都在那上面。告诉警察，马上搜索农贸市场东边的那个树林，有发现之后，立刻给我电话。发现什么？你已经想到了。这些孩子都被杀了。就算只有一个人作案，也可能是人贩子。为什么就是连环杀手呢？因为我了解他们，现在在出手小心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只抓最穷凶极恶的犯人，人贩子，多么不入流的东西。连环杀手才是我的菜。给你1分钟时间，积压够了，就继续做你助手该做的事情吧。他怎么就能确定了？为什么？从哪得出的结论？你等一下，他们想知道原因。回去之后做简报，让他们先找尸体。这事儿太大了，大家伙都等着呢。局长刚刚也来了，你让博教授先跟我说说。你能不能在电话里做简报？我上一次做简报是在马里兰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央报告厅，现在你让我在108国道雾林乡码头村的收费站做简报，那又怎样？你说的对，站在哪里都会正容犯规。
罗教授现在正在准备简报内容，还有一些证据需要补充，现在没有空，而我们到了同事第一时间跟你们解释，到时候简报的内容也会更完善。出手都是骗子。闭嘴。嘴角下抿，脸颊向下倾斜，上眼皮往下垂。为什么我刚刚看到典型的痛苦表情，隐藏在你的平静里？看来我上次的判断还是有偏差。你心中那点小忧郁、小悲伤，看来还是跟你的父亲有关。错，我刚才之所以感觉到痛苦啊，是因为你马上要给刑警队做简报了。助理小姐，是吃错药了吗？正是因为我真的身为你的助理，所以我想真心的劝告你，里面那些人都是敬业爱岗的刑警，你等我给他们做简报的时候，能不能不要讽刺他们？就算有问题，你也耐心一点解答，行吗？你是从哪一根跳线的神经脑补出那么奇怪的观点？我脑补啊，你之前对我对别人，你想好吗？你说话分分钟气死人。我讽刺人，从来都是因为智商上的差距，而不是仰仗专业优势。刑警跟我的工作性质根本不同，我又为什么会讽刺他们不懂犯罪心理呢？你们需要找的嫌犯，他有点小聪明，也算是细心。对于受害者，他也有一定的偏好。他并不是以暴力的方式带走受害者，他的沟通能力很强，他会和受害者有一段时间的沟通，请他吃饭，介绍工作，然后再把他带到一个他安排好的地方。他是独生，他在农贸市场附近租了房子，也可能是他父母亲留下的房子。他的家里就是他的作案地点。此人的活动范围很小，不会超过地图所标示的区域。大家都看到了，图中所标示的就是嫌犯活动的舒适区。在这个区域范围里，根据我刚才所说的，重新的调查和收集受害者相关的信息，一定会有收获。等找到受害者的尸体之后，我会给出最完整的嫌犯画像。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。他为什么会住在农贸市场附近，也就是第一个失踪者失踪地点附近？他的确是比普通人聪明大胆，但也不过如此。以他有限的资历，第一次作案，他绝对不会选择在一个离家数公里的地方，而且他并没有把握去说服一个少年跟他去到这么远的地方。您确定那些孩子被谋杀了？失踪超过2周以上的人，被害的可能性超过90%以上。那薄教授，为什么要找到尸体以后就能给出完整的画像？因为他所有的内心诉求，最终都会反映在尸体上面。